都说抛尸的最佳地点在垃圾场，这不，漂亮国的环卫工人在进行作业时就挖到了一具干尸，尸体浑身焦黑，牙齿与下巴都健在，但鼻子却往上开了个大口子，胸腔里的内脏早已干瘪消失，只余下些骨头和破烂的衣物，看样子应该在垃圾场里腌制的有些年份了。工人报警后，尸体被运回了实验室，他身上携带的垃圾酱汁让没戴口罩的法医差点被熏破。死者的眼窝有棱角，乳突大型凸起，是一个白人男性。根据他耻骨表面背侧边缘的后期显像度判断，死亡时年龄在25岁左右。另外，他的肺部组织里没有发现任何的垃圾微粒，显然死者在接触垃圾前就死了。而他出现在垃圾场里的原因，就是有人想抛尸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法医扒下了他的衣物，利用高科技进行了还原，上面显现出了一个 logo 的印记，好像是写着美国派披萨。另一名法医则在发现他的那堆垃圾中翻找出了同时期的物品，确定了他被抛尸的时间。随即探员来到他曾从业的披萨店进行调查，据老板说，死者好像是10年前店里一个名为篮球的外卖员。得到线索，探员将他10年前闲置在房子里的杂物搬到了警局，里头除了些旧杂志，最多的就是光盘，其中还有一张是他的财务资料。在电脑中打开光盘，竟然有意外之喜，他死的时候拖欠了一个叫坤坤的人3000块钱。许多案件都是由金钱纠葛引起的，或许篮球也是因此而死。不过找到此人后，他解释两人曾是创业伙伴的关系，当初篮球借钱一起去设计了衣服，不过最后一件都没卖出去。创业失败后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实验室里，法医在死者的第4根手指的末尾端发现了一处骨折，这样子的伤痕一般是打架时形成的。假如他出拳的力量足以让自己骨折，那么被他打的凶手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于是探员从医院下手，查询了篮球死亡时周围医院的医疗登记，结果查到他爹当天因眼眶断裂而入院治疗，怪不得儿子失踪10年他都没有报过警，原来是另有隐情。审讯室里，探员将调查到的线索口述给蓝爹，他听闻后竟然猛然落泪。他说当时自己热衷于赌博，输光了家产，还欠下了巨额的债务，债主上门收款他交不出钱，让人痛扁了一顿。去医院治疗后，自己打电话给儿子解释，却遭到了无情的嘲讽，自此儿子就消失了。当时他还以为是儿子歧视自己离家出走，原来他是当天就死了。听完一席话，探员也觉得这可悲的老父亲并不像是凶手。另一边，实验室在篮球的中央剑脊处找到了一个 V 字形的伤口，上面开裂较大，显然不是钝器所伤，更像是撞到了墙壁或者墙角留下的。送检后，结果显示有木工胶的成分，篮球死前应该在某个木工坊的角落待过。另外，法医在他的左耻骨近端找到了3处穿刺伤，3点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直线，看来造成这个伤口的凶器应该拥有锯齿刀刃，而这种刀一般来说都比较大。篮球先是被刀刃切断了耻骨的动脉，再插入了骨头之中。同一时间，隔壁检测房发现伤口上残留的棉纤维放大后呈现亮绿色，而刚好篮球曾和一个名为坤坤的好基友合伙卖过绿色衣服，看来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不久后，探员出现在了他的家中，他此时还试图甩锅给其他人，只可惜探员的火眼金睛一下就找到了杀害篮球的那把锯子。原来篮球当初因为衬衫卖不出去而责怪坤坤，还扬言要从他这儿拿回投资的钱。做生意本就有亏有赚，见到亏损就要生意伙伴赔偿，这谁忍得了？于是，在争执过程中，他失手推倒了篮球，结果后者因为惯性摔在了锯子机上，让刀片放干了鲜血。案件到此真相大白。